下一个死神方便就是他，两膝一腿打惨日本空手道兼泰拳冠军。注意看，现在从笼子里出来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真边健太，不知道出场时是不是穿错了衣服，明显是穿了大1号的衣服，真的是猪鼻子插葱哥这装大象。打完空击之后，帽子不小心脱落了下来，长长的头发加上长长的胡须，显得这家伙特别邋里邋遢。其实他是日本的空手道和泰拳冠军。随后出场的是来自中国的周星，与军人拳王周志鹏是叔侄关系。受到周志鹏熏陶的周星，也是走上了拳击这条道路。在周星登上擂台的前几分钟，周志鹏就给周星下达了死命令：面对来华挑战的日本选手，必须往死里打，不许留情。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周星如何暴揍日本选手真边健太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别看真边健太娘们唧唧的，打起架来他是一点都不畏惧。然而周星的反抗动作做的也是十分有效。不过这些反击动作还不足以让真边健太停止进攻。周星可是周志鹏的亲侄子，必然会亲力亲为去教周星真功夫。周星因为有这个周志鹏上了瘾，就是他拳打4会，而这个选手和这个两位选手一开场都非常成功，还有同样声音送给他的热爆。而这个周星22岁，身高是1.70米，而日本的真边健太是26岁，从身高条件上看，周星要比他高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选手的打柳很有粘性，就是说抗打能力强，防守能力好，这是他一个特点。而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双方的火药味就非常十足啊，尤其是真边健太。我们看到周星打得很稳，很漂亮。周星这个年龄和他在场上这个真边健太不愧是空手道冠军，打出的拳脚进攻融洽度极高。对搏击小将周星来说，这场比赛将是他跨进职业拳坛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就算是顶着真边健太的进攻，周星也要对真边健太发起防守反击，尽量把点数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而我可以看到日本的真边健太啊，从我们拿到资料来看，他以前在日本练过空手道，有过基础。漂亮，一个高边上头。我们看这个周星在这个距离感的控制上，我就给你打近点，给你击拳。我看你能抗多长时间？我们也看到这个真边健太对于正面的防守啊非常到位，也不给周星更多的正面进攻的这种线。我看这个周星主要通过的进攻点是通过正面，我不管我上高，包括我后手的直拳打击都这样。而我们也看到周星的这个拳法的线路，它是上高加后直。而且在经过试探过后，真边健太变得老实了许多。不过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反观周星也是丝毫不怂，面对真边健太发起的主动进攻，周星依然可以打出很多有效进攻。看似周星年轻气盛不懂事，实则周星并不像其他小年轻一样不懂事，而且周星的叔叔还是一个拳坛王者。是红方选手周星占据绝对一种优势，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的真边健太，他这个反击是非常好。右拳控制。背膝，他是加猪腿的原地呢，第一回合倒计时，哇，一个超手拳，真边健太，点杀。第二回合开始，逐渐适应比赛节奏的周星开始对真边健太发起猛攻，一连串拳脚进攻打得真边健太一愣一愣的，他根本就想不到周星竟然拥有如此惊人的爆发力。重新站起来的真边健太还梳理了一下凌乱的毛发。看来周星想暴打他一顿并不是没有道理。加强他这个拳法的进攻，火力很猛。在第二回比赛里面，现在周星有意识把比赛节奏控制，因为第一回合冲得太猛，我们担心他的体能的一种消耗。但在第二回比赛里面，开局周星打得非常漂亮，又是后高边上头，原地飞膝，这个正方控制。在里面，现在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仍然采用他第一回合的那种战术啊！你在你这个冲很猛情况下，我防守，但一旦你节奏放慢之后，我打反击，加强我的一种进攻的。周星的限制动作做得十分精准，不仅阻挡了真边健太发起的主动进攻，而且还起到了一个反击作用。虽然周星打出的拳头软弱无力，即使打出的每一拳每一脚都略带私人恩怨，
毕竟周志鹏已经给周星下达了死命令。这里面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也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对对方低扫的一种杀伤。他现在不是一味的进行一种防守，现在这日本的真边健太，他的反击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好，速度很快。现在我看到周星的这种打击速度下降，后手之前，这二踢脚是一种虚晃动作，因为他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材身高1.62米，而且他也是从这个52公斤什么升上来的。我们需要一轮掌声送给两位。我们现在看到周星这个拳腿的组合打得很轻巧。真边健太的进攻攻势越来越猛烈，时时刻刻都在对周星发起主动进攻，且战且退的周星也在做着相应的防守反击，而且还能使出限制动作阻击真边健太。周志鹏能有这么一个侄子，确实给周志鹏所开设的拳馆增加了很多人气。毕竟周星打比赛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更多的是周志鹏的脸面。常裁判帮间告诫这个周星，你的扫击动作应该再高一点啊！刚才有点挂住对方裆部这种线，利用这种口头的告诫。当然，在第二回比赛里面，双方的进攻的节奏都在放慢的原因，都是双方体能在下降。我们看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你就看他的拳腿的一种组合，还是很有杀伤力的。3回合的比赛，还有红方是来自赤峰国际俱乐部的周星，而蓝方是来自日本的真边健太。第3回合开始了，这个空手道兼泰拳冠军还真不是徒有虚名。面对周星一系列的拳脚进攻，真边健太不仅可以精准防守住，而且还可以直接突进周星内围做动作。可惜真边健太的防守漏洞早就被周星所侦破，接着两膝一腿成功放到真边健太。飞膝，大裁判孟凡杰给这个真边健太进行了强攻。刚才那个周星的飞膝非常的准确，因为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高是1.62米，而这个周星身高1.70米，比对方高出有8公分，有这种身高优势，所以对方在这个地方进攻中飞膝进攻还是很奏效的。这样的话，周星的这种优势就更加的明显。当然，现在周星利用这种拳法一种控制，上勾加后直，这是一种虚晃。因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1回合周星冲得很猛，又是连续原地的两膝飞膝。当然，我们也看到这被读秒一次的真边健太进攻攻势貌似更加猛烈，持续的拳脚进攻也是打得周星被迫实施防守反击。台下的周志鹏也在不断为周星出谋划策。欠缺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明显的进攻的一种线路，是否是以拳还是以腿没有，而且都非常均衡。现在你看这个真边健太有意识加强他的后腿，就是右腿的扫踢。现在周星的体能下降，这时候就给了真边健太反击的这种机会。开始反击了，真边健太正当控制，尽量不让他进来，因为毕竟真边健太只有打进来才。毕竟周星还是一个年仅20岁的小伙子，能与31岁老将打到现在这个局面属实不易。体能即将告急的周星依然可以保持井条有序的防守，就算打出的拳头不足以威胁到真边健太，但点数优势已经在周星手上，并不一定要终结 KO 真边健太，凭借点数优势获得比赛胜利又不丢人。第3回合最后一轮尖叫声在哪里？这段时间对周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因为现在周星的这种体能下降非常明显。尽管现在周星想用飞膝来打击对手，但是体能下降之后，他的发不上力了，已经发不上力了。哇，又一个大凯拳撸起来，前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10几秒，周星也是掏出来了压箱底的力气。反观真边健太依然是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时时刻刻都在给周星施加压力。坚持住！在第3回合比赛里面，红方选手周星曾经用飞膝重击过真边健太，被他强毒，全场结束。这样的话，就应该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26，3号裁判红方比蓝方。
29比26，最终场上比赛结束了，最终周星获得了比赛胜利。毕竟周星有周志鹏的加持，打起架来周星也是十分有底气。大家感觉周星打得好的话，